佛陀的教法虽然真实而且理性，他教导大家要依靠自己，要自力更生，最终证得解脱。但现实中人们有很多实际的焦虑，也有很多无奈，这绝不是你说要自力更生，要努力奋斗就能轻易解决的。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更喜欢有个大神在保护自己，更喜欢抱大腿，在神力的保佑下得到现实的金钱和权力。这也都注定了佛陀只是名义上的教主，而不可能成为宗教界的顶流。而观音姐姐承诺给你一切，她就成了佛教界的扛把子。但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真实的观音。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探寻一下这位神奇、不可思议的中国化旅程。我们会看到一段神秘的咒语，一个本土的传说，还有一座神圣的海岛，是怎么一步一步共同把一位外来神奇彻底重塑成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模样的。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或者引入，它其实是一场长达好几百年的文化再创造。对，它反映了外来信仰进入中国以后是怎么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价值观，甚至是社会需求进行深度互动和融合的。好，那我们就从这场文化再创造的起点开始吧。而这个起点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一段听起来就神乎其曲的咒语——大悲咒。在一部叫《千手经》的佛经里，对这段咒语的描述简直就是法力无边。经文里承说，念诵它能消除那些硬堕阿鼻地狱的滔天大罪，能治好医生都收手无策的绝症，甚至还能满足你当下生活里的一切愿望。这听起来简直就像一个万能的许愿机，可不是吗？没错，它来自印度的密教，或者叫坦特洛佛教。这种修行方式的核心特点就是相信通过特定的仪式、咒语，也就是 Dharami， 还有观想，可以迅速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甚至是神通。对，甚至是神通。当它传到中国的时候，这种立竿见影的承诺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个吸引力是巨大的。我理解，比起那些高深的哲学思辨，这种能解决现实痛苦的法门来得更直接。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信众们还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让这种抽象的法力变得具体化。他们在办法会的时候，会带上很多装满水的瓶瓶罐罐。仪式结束之后呢，这些沐浴了咒语之声的水就被认为是充满了疗愈力量的大悲水啊，这个我知道。这一下子就把虚无缥缈的法力变成了可以喝、可以托摸的实体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转化，它让信仰变得日常化、实用化了。怎么说？你想啊，你身体不舒服，喝一口大杯水，心里觉得不安，洒一点大杯水。信仰不再是仅仅停留在经书和寺庙里的东西，它进入了人们的锅碗瓢盆，进入了最日常的生活里。当然了，光有理论还不够，还需要奇迹故事来背书，对吧？没错，故事的力量是无穷的。宋代的文献里就记录了好多这样的故事，而且细节特别生动。比如一个叫智毅的士兵，以前特别喜欢打猎，有一次他抓到一只白龟，就给煮了吃了。这在佛教里是犯了杀生大罪了。对啊，结果没多久他全身长满毒疮，眉毛、胡须、手指、脚趾全都溃烂脱落，生不如死。哇，这个报应也太快太猛了。就在他快不行的时候，一位僧人教他念大悲咒，这个智毅就拼了命的念，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他身上的毒疮不仅好了，连掉落的手指头都重新长了出来。这个故事太典型了，是吧？你看，它包含了几个关键元素：犯下杀生罪，得到现世报应，然后通过持咒获得拯救他新生。这个叙事模式非常强大，因为它既符合因果报应的佛教逻辑，又提供了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故事更离奇，说一个叫李信的人，因为潜心念诵大悲咒，获得了驱魔的神力。有一次他出远门，他妹妹突然病死了，结果在坟墓里折磨他妹妹的鬼魂，认出他是谁之后，吓得不行，生怕李信回来找他们报复。你猜怎么着？怎么了？
他们竟然合力让他复活了，哇，这个咒语的力量连鬼都怕。可不是嘛？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夸张，但我们换个角度看，在古代社会，面对疾病、灾祸还有死亡，人们能用的手段非常有限。这些故事其实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心理慰藉和希望。但这里我觉得真正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印度密教修行是怎么被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就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僧侣和士大夫所接受的？对，这是个好问题。这些故事听起来更像是民间传说，似乎和那些讲究义理、辩经的高僧们格格不入。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些神迹的？这就要提到一位关键人物了，天台宗的高僧知礼。天台宗，对，当时的天台宗是一个非常注重哲学思辨、理论体系极其庞大的宗派，可以说是佛教里的学院派。但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禅宗和净土宗越来越受欢迎，因为他们更接地气，修行法门更简单。所以天台宗有点曲高和寡的压力。正是知礼非常敏锐地看到了大悲咒这类密教仪轨里蕴含的巨大民众力量，他没有排斥它，而是做了一件更高明的事儿。哦，他用天台宗最核心、最复杂的一心三观理论去重新解释大悲咒。等一下，一心三观，这听起来就很复杂。他这是什么操作？简单来说，他等于是在告诉所有人，你们看，这个听起来很神秘的外来咒语，其实和我所传承的最高深的中国佛教哲理是完全相同的。你们在念咒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实践我们天台宗的最高心法。哇，这么一来，它既吸收了密教仪轨的神秘吸引力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又维护了天台宗的理论权威和正统地位。这是一次非常高明的文化收购与整合。我明白了。这么一来，这种创造性的转化，这些密教元素才没有被视为外道而消失，反而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佛教的血脉之中。所以咒语和仪式给了观音一种法力上的实在感，让信众觉得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但这似乎还不够，对吧？一个强大的神和一个能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神还是有距离的，它需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传记。完全正确，这正是妙善公种传说出现的历史契机，它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观音的中国身世。而且这个故事并非来自任何印度佛经，对，是纯粹的中国制造。我们能找到的最早记录是公元1100年的一块碑文，撰写人是一位叫蒋之奇的官员，而故事的文本是当地一位寺庙住持提供给他的。你看，这个源头本身就很有意思，是僧俗精英的一次合作。没错，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故事。妙善是国王的小女儿，但她一心向佛，坚决不肯接受父亲安排的婚姻。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是啊，国王勃然大怒，就罚她去寺庙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想让她知难而退。但妙善毫无怨言，甚至感动了天神和动物来帮她干活。国王一看更生气了，觉得这是妖术，下令将她处死。结果行刑的时候，刀砍上去刀断了，枪刺过去枪也折了。这已经很神奇了。还没完呢，最后他的灵魂被一只神狐载到了地府，但他所在之处，地狱瞬间变成了天堂，阎王爷只好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回人间。到这里故事已经很精彩了，但真正的高潮和核心还在后面。对，高潮来了。后来那个曾经百般迫害他的国王父亲得了一种怪病，浑身溃烂，便寻名医也治不好。这就是报应吧。最后有个医生说，唯一的药方需要用亲人的眼睛和手臂来做药引，他的其他子女谁都不愿意。这也很真实。就在国王绝望等死的时候，已经在一个海岛上修行的妙善听说了，他毫不犹豫地弯下自己的双眼，砍下自己的双臂，派人送去给父亲治病。这个情节的震撼力是巨大的，是我们必须把它放回中国的文化背景里去理解。在儒家文化中，什么最大？孝为先。对，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当时是最大的不孝。妙善公主前期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公然挑战这个核心价值观。没错，她是一个叛逆的女儿，但故事的结局却让她完成了最极致的孝，献出自己的身体救活了父亲。这太巧妙了。是的，这正是这个故事的文化智慧所在。他没有直接否定儒家的孝道，
反而在佛教慈悲和布施的框架内，把孝推向了一个凡人无法企及的神圣化的顶峰。啊，我明白了，它解决了一个潜在的文化冲突，让一个佛教故事完美地嵌入了儒家伦理社会。而且这种割骨疗亲的行为，在中国古代本来就是被推崇的至孝典范，史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所以这个故事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仅能理解，而且会深受感动。正是。这么说来，这个故事的流传，不只是因为它情节曲折，更是因为它为人们，特别是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可能。你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那个婚姻几乎是女性唯一归宿的年代，妙善的传说是不是等于为那些不想结婚、向往修行的女性提供了一个神圣的榜样？没错，妙善的形象极大地提升了女性在宗教领域里的地位，她成了一个反抗父权、追求个人精神信仰，并最终证得无上果位的完美范例。它让人们看到，女性通往神圣的道路，不一定非要通过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和牺牲来实现。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颠覆性的思想。好了，现在观音有了强大的法力，有了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了全新的女性身份，一个神奇该有的都有了。但好像还缺点什么。对了，她住在哪儿？总得有个家吧？一个信众可以去朝拜的目的地。对，一个圣地，一个神奇在人间的道场。这个家的选址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竞争呢。哦，还有竞争？当然，当时信奉观音的中心有好几个，比如杭州的上天珠寺就香火极盛。但最终胜出，成为观音在中国官方驻宅的是浙江外海的一座岛屿——普陀山。普陀山是怎么在这场圣地竞争中胜出的呢？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它有一个无可比拟的合法性来源。合法性？对，在一部非常重要的佛经《华严经》里，记载了观音菩萨的住处在印度南方，叫普大洛贾山 （Pottalaka）。啊，普陀这个名字就是普陀里喀的音译。完全正确。所以普陀山可以直接宣称，我就是佛经里说的那座圣山在中国的对应。这种与权威经典的直接挂钩，赋予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寺庙无法比拟的。原来如此。当然，后来明代万历皇帝和他母亲的鼎力支持，更是把普陀山推向了全国朝圣中心的宝座。有了官方认证的家，那信众们肯定是络绎不绝了。围绕普陀山的奇迹故事也肯定少不了。非常多，而且这些故事都在不断强化普陀山的神圣性。比如有个故事说，一位安徽的店主为了去普陀山朝圣，虔诚地吃了3年素。哇，3年！就在他准备出发那天，有人跑来告诉他，他店铺隔壁着火了，火势很大，让他赶紧回去。你猜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我为这次朝圣准备了3年，就算是店铺烧成灰，我也绝不回头。”这么决绝？结果等他心满意足的朝圣回来，发现周围的店铺果然都烧成灰烬，唯独他的店铺完好无损。哇，这是信念的力量，是吧？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说来听听。说一位老妇人在朝圣回程的船上，偷偷从岛上拿了一块黄色的瓦片，想带回家做个纪念。这很常见。结果船开出没多久，海上起了大雾，整艘船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大家都很害怕，老妇人心里有愧，就把那块瓦片拿出来扔回了海里。然后呢？据说瓦片一入水，大雾立刻就散了。哇，这个故事就是在强调，圣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明白了。而普陀山的兴起，也最终催生并固化了一个我们今天最熟悉的观音形象——南海观音。对，这个形象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视觉标志。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观音像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她是一位身穿白衣的慈祥女性，身边常常跟着一个童子和一个童女，也就是善财和龙女，手里还拿着一个插着柳枝的净冰。还有一样东西非常特别，就是她身边常有一只口中衔着念珠的白色鹦鹉。对，那只鹦鹉。
这只鹦鹉在印度的观音造像里是看不到的，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元素，背后同样关联着一个宣扬孝道和佛法的故事。所以，所有这些视觉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共同构成了一个独具中国特色、慈祥又亲切的南海观音形象，深深烙印在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真是一条非常奇妙的演变之路。从一段来自印度的充满力量的咒语开始，这给了观音有用的属性，对，能解决实际问题。然后，一个反叛公主的本土传说，给了她有情的中国身份和符合儒家伦理的内核，让人们能产生情感共鸣。最后一座神圣的海上家园，给了她有家的归属感。至此，那位印度的男性菩萨可以说已经被彻底的中国化了。是的，但这个演变甚至还没有结束，它还有最终极的一步。还有，在明清时期兴起的许多民间宗教里，比如罗教，观音的形象与中国本土一位至高无上的创世女神无生老母融合了，化身为一位被称为观音老母的存在。观音老母这个称呼听起来地位又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个形象里，她不再仅仅是一位救苦救难的佛教菩萨，而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所有人类的老母亲。哇，她是一位充满权威、慈爱，但又超越了具体男性性别的原始母神。这标志着观音形象本土化的最终完成。所以对很多普通百姓来说，这位无所不能又无比亲切的老母，可能比佛经里那位菩萨更具吸引力和最终的权威。可以这么说，从一位异国的男性神职，到一位中国的慈悲女神，再到一位宇宙级的创世老母，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一种文化强大的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能力。它会根据自身最深层的文化基因，比如说孝道，来重塑一个外来的神。正是如此，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宗教有象的演变，它更是一个关于文化如何保持自身主体性，同时又开放地吸收外来元素的绝佳案例。那么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天都在接触来自外部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观音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当我们拥抱这些新事物时，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用我们自己固有的观念和价值观去改造了它们，而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在我们甚至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地改变了我们。